小叔，你什么时候把妹妹带到北京来啊？小峰一个人孤独怕了，他很希望家里能有另一个孩子陪自己玩。过2年，这妹妹还小，等她长大一点吧。你呀，得努力考试，将来呀，我们许家就指望着你光宗耀祖了，未来的天皇巨星。紫菱替侄子打气，但实际上小峰却是他的外甥。他虽然不清楚小峰的父亲到底是谁，我天天练吉他到很晚呢，没问题。小峰考的是古典吉他专业，这也是为了他将来全面发展而做的决定。我们小峰太辛苦了，要念书，还要学吉他。老太太很心疼孙子，这么小的孩子本来应该还是玩的年龄，却过早的背起理想这个沉重的负担来了。有志向是好事嘛，你就不要在那点唠叨了。见到这个总和自己作对的小儿子，他心里也很高兴。哥，还不休息啊？徐子林关上房门，坐到床头问：再看一份合同，一会儿就睡，打扰你了吧？明天你一大早就得赶去北边，早点睡吧。许鹤云温柔地叮嘱，在他眼中，弟弟还是那个稚气未脱、爱充当保护者的小半截。我还想和你聊会儿。在他心目中，许鹤云既是大哥，又类似姐姐，因为对方毕竟拥有那么奇妙的躯体。怎么，你是不是有心事了？每当弟弟这么说的时候，就是有烦恼想向自己倾吐。这几年咱们没时间碰面，所以我一直没当面问过你。哥，你真的就想这么过一辈子吗？他其实总在为大哥担忧，因为一个人拉扯孩子实在不容易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别为我操心了，我过得既充实又开心。许鹤云言不由衷地回答，他完全不敢想象20年之后的情景，那时小峰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家，就剩下他孤单一个人，而父母恐怕……我能有今天都是因为大哥的照顾。现在也是我该回报你的时候了。要是哥不嫌弃等退休之后就回昆明和我们一起住好了啊。许鹤云抬起头，微微一笑。你有这份心我很高兴，可是完全没有必要。这么多年我自己一个人习惯了。当年你怀小峰的时候，我和爸站在一边都劝你打胎，现在看来确实是我们错了。小峰是个难得的好孩子，这也算是上天对你的补偿吧。可是光有孩子是不够，得给自己找个伴啊。哥的条件这么好，一定会有明智的姑娘愿意嫁给你。徐子林说道。虽然许鹤云的一半是女性，但家里人还是把对方当男孩养。这些我都考虑清楚了，还是保持现状为好。我是个简单的人，不喜欢太麻烦，结婚对我来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算了吧。这是经过惨痛事实验证，他不再奢望了。见到大哥关灯睡下，徐子林也没再继续说下去。阿虎去年结婚了，娶了个傣族姑娘。他春节的时候上昆明跑业务，专门请我吃了顿饭，让我向你带好呢。他和你是同龄，应该早就结婚了。以前他没少欺负你。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咱们一起去河边玩，他竟然敢扒你裤子，让我狠狠揍了一顿。混蛋小子。徐子林对这件事记忆犹新，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大哥流眼泪。这么糗的事还提他干嘛？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孩，不懂事。阿虎后来向我道歉了，被你打得像熊猫盼盼似的，我一看见他就笑了。这小子现在也算个暴发户了，开了2个铜矿，连咱们县长都要敬他3分呢。他从小就有经济头脑，虽然老是考试不及格，有机会真想回去看看。都10几年了，也不知道咱们家乡变成什么样了。许鹤云悠悠地叹道，他很想利用休年假的机会回家乡走走，探望多年未见的亲戚朋友。你回去肯定不认识了，但红河还是很落后许多深山寨子里的孩子都得不到良好的教育。前年我带的那帮学生去义务教学，拍了很多照片给我，很多没去过那的朋友都真不敢相信，中国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。身为教师，他的能力有限，否则他一定会为那些没办法上学的少数民族孩子多做点事。戚薇这2天正在忙着看动画公司提交过来的人设，大家说了一些修改意见，片子这个月底就要开始正式制作了。这天上午，戚薇坐在办公室里给台湾的合作伙伴打电话。宣传的资料我一会儿让小雅发给你们，下午还要去电视台，先聊到这里吧，再见。戚薇挂上电话。戚总，程一言导演的助理过来了，您要不要见一下？我这就过去，你让他稍等一会儿。戚薇看了看表，离午休还有1个小时，应该能把事情谈完。程一言是国内知名的动画片导演，已经和他们合作2年多了。戚薇摆弄了一下手机，翻到了许鹤云的新号码。他想发个消息给对方，但却犹犹豫豫，下不定决心。要不索性周末飞北京得了。待了半晌之后，他还是发了一条短消息：云，周6早上我到北京看你，